捷报！玩家李小晴通关月圆之夜，斩获2转职业书。2转职遭绝缘的书，眼开小道请进宫了。2转职业啊，小晴姐这是要飞升了。那是幸存者偏差，这一场死了3000人。那是他们菜。3天后的觉醒仪式，我要是觉醒 S 级力量，那我建议你先祈祷，别进必死副本。白三儿在搞什么？喊我们来又不开门。进来，给你们看个大宝贝。看，旧时代的皇冠，诺基亚3310改。疯了吗？私藏这种未阉割的芯片载体是重罪。这玩意儿能切水果吗？切什么水果？这可是能绕过神魔局监控的也门。白柔，这东西没有防火墙，会直接引来。检测到高频脑波，神魔系统强制植入中。我操，还没到觉醒日啊！我只是想开机测试一下电路。别说话，这是病毒式强行登陆，守住心神！我靠，救命啊！我不想死啊！欢迎来到神魔游戏。强制拉锯，跳过了新手保护期吗？玩家王哥，智力为值突破临界点。学者，给大公会当一辈子人形百科书。前期最废，身板脆，无技能，平 A 不入口。警告：法师职业在神魔战场高达99.9%。倒计时10秒，请修正选择。10、9。风险越高，收益越大。这个世界撑死胆大的。8、7、6。我选最废的那个。职业锁定，法师，初始属性修正完毕。小火球，在这个没有元素粒子的现实世界，这玩意儿连根烟都点不着。选择确认，技能卡脚底抹油，道物卡卡勒牌羊角锤已发放。法师前期身板脆如纸，跑得快是本能。带把锤子是物理圈挡。哟，醒得挺快。智力系。法师，王哥。法师？这种前期不如狗的职业你也敢选？大哥，你是来送人头的吗？送不送人头，看脑子，不看职业。行了，本姑娘运气不好，排到个拖油瓶。听着，我是游侠，待会儿躲我身后，别乱放你那滋水枪一样的法术。10月3日入职，11月4日，11月绝笔。这个副本的通关核心是还债。看着破日记有什么用？直接撬门出去杀怪不就行了？日记里提到了工头和业绩，我们现在的身份是欠债的劳工，完不成制作木偶的指标就会被抹杀。今天是最后的期限。这扇门不是为了关注我们，而是为了隔离监工。分析的头头是道，还不是得靠物理手段出去？让开！这种老式锁，本姑娘3秒搞定。看到了吗？这就是技术的含量。法师你，我操！这锁还有反撬装置，发卡断在里面了。这就是你的技术含量？别废话，快想办法！这警报声会引来怪物的。让开！你一个法师，随身带把锤子？物理破法也是法。轰！这是法师，这是狂战士吧？跟上，别掉队。那是什么东西？看来你的敲锣声给那位监工发了信号。终于又有不听话的虫子想逃走了。这家伙看起来不好对付，那斧头比我都高。结构松散，工艺粗糙，
这种老式型号拆起来应该不用3分钟。拆了我，狂妄的奴隶！看到了吗？这就是规则赋予我的力量。在这里，我就是神，不过是程序的自我修复罢了。想出去，给你们一个机会，穿过这间大厅，只要活着走到对面，我就放行。听好了，规则很简单，手脚若是触碰到任何黑白方格，死。不能碰黑白方格，也就是说只能，但这距离太远了，跳过去风险太大。懂了，既然不能用脚踩，那就改变着力点。喂，法师，快学我，用手肘和膝盖支撑，不算手脚触碰，叫卡 bug。起来，别丢人。你懂什么？这是生存智慧，赶紧的，时间不多了。你疯了，那是黑色。你做了什么？你的规则是不能触碰黑白方格，但这块地砖宽38厘米，长41厘米，这是曲形，不是方形。也就是说，这屋子里根本就没有方格。啊，这也行，这也算智力系的解题思路。起来吧，游侠小姐，玩弄文字游戏是系统最拙劣的把式。卑鄙的虫子，竟敢戏弄我！我要把你剁成肉泥！怎么可能？刚才你砸墙的时候，飞溅的碎石在我面前自然滑落，不符合物理抛物线，那里是绝对安全区。而现在，我已经踏入了过关后的结算区。在规则时间内，只要我不回头攻击你，你就无法对处在非游戏状态的玩家造成伤害，这也是规则。你会后悔的。到了核心区，没有人能救得了你。大哥，以后你就是我亲哥，我这双膝太就是为你准备的。跟上，别废话。喂，王哥，刚才那波操作太帅了。不过话说回来，这副本难度有点超标啊。难度确实不对劲。按理说这种新手本通常是10人配置，为了平衡难度，系统会安排双人组队，大家分头行动。如果是10个人的话，那就是5个队伍，只要大家不内讧，通关率应该很高。如果是10个人，那就是标准的平衡对抗，但我并没有通过正常匹配进入，我是用了随机副本卡强行插入的。你是插班生？那现在的总人数是11人。多出来的这第11个人打破了双数队伍的平衡，系统不会允许这种漏洞存在，除非什么？除非这个人的身份根本就不是逃生者。看来这不仅是逃生游戏，还是一场猫鼠游戏，而我们都是老鼠。左边还是右边？既然知道有猎人，我们是不是该全速冲向出口？冲出去只是拿到基础分，我要的是清场。拿这玩意儿干嘛？给那猎人送礼？猎人入场意味着这是非对称对抗，弱者逃命，强者制定规则。嘘，猎物来了。有人，是那个监工木偶？不是比木偶更贪婪的东西。刚才明明听到动静了，谁在那儿？给我滚出来！嘿嘿，鲜活的肉体，好饿。隐藏怪，杀了肯定爆装备，那是老子的积分。什么？脚屌抹油。冲刺速度不错，可惜刹车系统烂了点。你是玩家？你阴我？睡吧，梦里什么都有。这就完了？这是力量系技能击晕，哥你会的也太杂了吧？物理麻醉而已，过来干活。咱们已经处理掉3个竞争对手了，哥，你这是要垄断逃生名额？不是垄断，是控场。系统评分规则里，首位逃生只有2分，但如果我在最后关头把这群人放出去，我就能控制谁是第2，谁是最后，这才是刷分的正确姿势。
你简直就是魔鬼，不过我喜欢，跟着你混，这把稳了。别动。怎么了？又有送装备的来了？不，这次是被当成装备盯上了。这是窥视之眼，一种神秘风格的装饰摆件。那是什么东西？不是系统设置的监控装置。第11位同伴找过来了，我们先避开。这味道有点刺鼻，像是放久了的墨汁。这是对方的道具吗？神秘系的探测道具，窥视之眼，感知能力很强，看来对手很擅长侦查。看来这一锤子顺着精神链接砸到他本体了。他在哪儿？他在疼，疼就会愤怒，愤怒就会犯错。跟紧，既然宣战了，就别指望对方会讲武德。哥，你说他是第11人，那其实也是玩家对吧？既然是玩家，在副本里没有什么同类，只有积分和尸体。封处，蓄力。违规闯入，请止步。动手，攻击膝盖关节。检测到干扰，行动受阻。停下。强化了速度和力量，可惜这就是强化版机关傀儡。要是没有你，我肯定过不去。莫我操控，对方把能量传输给了这具机关傀儡，能远程操控，说明他的本体就在附近，只是暂时没办法自由行动。剧院结构是回字形，这里是浴室，这里是剧场。这两块黑的是什么？隐藏地图？左边这个是目前的禁区，也就是我们一直没找到的出口，而右边这个坐标 X34Y12，所有通风管道都绕开了这里。结构图上这里是实心墙，但这不符合建筑力学。是隐藏房间，那个第11人就藏在这儿。不仅仅是他，如果我的推演没错，这个副本真正的通关核心，也就是剧院的主人，也被关在那里。精彩，真是精彩！竟然能凭借碎片推算出我的位置。不用装神弄鬼，我知道你在听。我喜欢聪明人。这位法师先生，我们可以做个交易。你身边的那个女孩是累赘，杀了她，带着她的积分来找我，我给你唯一的完美通关名额。的人将被永远困在这里，而献祭者将获得永生。哥，你不会听他的吧？救命！我是剧院老板，他在撒谎，他在献祭我们，不要相信。完美通关，那种东西，我自己会拿。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去拆迁了。只要破坏平衡，惯性会替我完成剩下的工作。我的装置，我的能量！你看，简单的物理学。破坏我的装置，既然如此，只能阻止你们。快，是本体操控。当火花四溅，王哥，你不该破坏这里。许墨然，风驰，预判他的落脚点。太快了，我瞄不准。别用眼睛看，用直觉，往我身前3米射。停下！什么？抓到了！停止运转！你不该解除封印，它会失控。结束了吗？不，这只是开始。那是什么？那是被我们解除封印的剧院主人。
，S 级难度，不，这是更高挑战的开始。为神死！这就是我们要救的人，这分明是死神。不，这是我们的清道夫。治理要塌了，我们会被活埋的。还有10秒。虫子！完了！时间到。副本通关，传送开始。获得神话级奖励：职业转职书隐藏款，自由属性点50点，通用货币100万，全部分配至智力。我要这脑子算尽天机。检测到玩家利用物理规则强行破解机关阵，达成规则突破者成就，追加评分2分，总评分22分，打破历史极值。检测到极值评分，天赋池重置为最高阶。恭喜玩家王哥觉醒双 SSS 级天赋。这就是顶级能力的视角吗？我回来了，我的样子变回来了。那个矮人部落太热情了，非要留我当贵客。我的改装工具呢？该死，过载了！这可是我改装的高能电池。回来了，但世界已经不一样了。哥哥，你这手咋跟加了特效似的？胖子，你在副本里经历了什么？评分多少？嘿嘿，那啥，矮神族长非说我有大地之子的气质，硬塞给我个 SS 级血脉，评分嘛也就18分。18分？我才16分。不过我拿到了一张图纸，能把这破手机改成简易电磁装置。足够了，准备一下，新的挑战要来了。还要去？这次不会又是那种高难度副本吧？希望能允许带自制工具入场。全民竞技，既然把我拉进来，那就全力以赴。昨晚回来的比预想中晚，那2个小家伙没给你添麻烦吧？活着就好，其他的都不重要。这话听着像个历经沧桑的老头子。对了，明天就是觉醒日，想好职业了吗？法师。之前不是说要做学者？法师可是公认的吞金兽，前期弱得像纸。纸也有纸的锋利，只要角度刁钻，一样能割喉。小外甥，你那点抚育金可填不满法师的无底洞。那是我的事，而且我有名字，别叫我外甥。行吧，既然你这么倔，作为远房亲戚，带你去个好地方。走吧，去把你的抚育金花在刀刃上。老林头，看见我就跑，是不是又进了什么假货心虚了？姑奶奶，我这是条件反射，快放手！能源核心要漏液了。这就是你说的好地方？给他配一套灵阶法师能用的极品，别拿垃圾糊弄我。灵阶法师本来就是稀缺货，看看这个炼金犬，保命神器。不要召唤类，我要那枚戒指，还有那双机动队的鞋子。小子眼光够毒啊！水运戒指加智力带护盾，机动靴加敏捷。不过这价格嘛，戒指140，靴子80，不收通用币，只收神魔币。戒指100，靴子50，不然我就拆了你的店。孟大美女，你这是抢劫呀！现在新人入场，行情正猪火如火。这种变动不是普通的魔法物品。王哥打开铁盒，里面躺着一张残缺的泛黄羊皮纸，边缘有着被烧焦的痕迹。羊皮纸上隐约可见几个古老的符文，散发着一股晦涩难懂的气息。这个怎么卖？那是收破烂收来的，好像是什么神秘学者的转职残片，根本没人要。看着挺有意思，当个甜头吧。拿走拿走，占地方。你对这种古董感兴趣？法师的直觉。装备齐了。这小子的直觉敏锐的有些吓人。柔姐，这玩意儿真能用，看着像个随时会炸的煤气罐。不懂别乱说，这可是我的杰作，艺术品，懂不懂？看起来不仅仅是修理，你改了核心功能魔苦。好眼力，这是 RTC78改，我叫它暴躁老姐。
加装了2级增压阀，牺牲了射速，但单发威力提升了3倍。3倍？那岂不是能把神魔副本里的精英怪轰成渣？这种改装思路，你的机械天赋应该快突破5级了。还是瞒不过你。这很好，机械师的核心就是想象力，有了它，我们就有了远程重火力。这次副本回来，脑子里全是奇怪的图纸。既然装备都齐了，光看数据没劲，得找个地方练练手啊。正合我意，这附近有个拆迁了一半的老房区，没人管。老房区，那里确实僻静。走吧，去验验货，顺便磨合一下队伍的配合。队伍雏形已成，只要度过新手期，这神魔游戏谁是猎人还未可知。好了，柔姐，让我见识见识这暴躁老姐的脾气。看好了，这一发叫晚安。我操，这威力比我的盾击还要猛！爽，不过散热是个问题，还得再调调。穿透力极强，附带高温灼烧，但这动静太大，容易引怪。管他呢，这也太帅了，我也要试试。等等，咋了，鸽子？还没玩够呢。别玩了，立刻找掩体！什么？那是禁卡局的4级封锁网，专门用来抓捕极度危险的犯人。犯人？这里除了我们还有谁？这种级别的封锁只有一种可能。你是说全改造者？没错，全身机械化，大脑被篡改的杀戮机器。那我们岂不是被关在笼子里跟老虎作伴？这封锁网不仅是为了抓人，更是为了阻断信号。该死，这下真的叫天天不应了。他来了，必须想办法活下去，哪怕是用命去搏。鸽子，他是不是走了？别出声，他的听觉传感器还在运作。发现老鼠，跑，分头跑！判定我是首要威胁吗？这种速度逃不掉。尝尝这个，负荷充能，全开！打中了，柔姐牛逼！疼痛感官屏蔽，威胁等级上调。该死，2转强度的机体根本破不了防。校义，识别中 YB 发布。代码底层逻辑冲突，重置，就是现在。肮脏的废体也敢动我的人。怎么会有3个小鬼？这就是死界光明圣斗士的力量。这是能源核心。这光泽 SS 级能源，湮灭约束球，很值钱吗？这东西能买下100个现在的你。禁卡局的人来了，快走！这东西绝对不能上交。孟老胡这暴脾气，连个全尸都不留。队长，现场检测到极高能质反应残留，但核心不见了。不见了，那可是 B 级以上的违禁品。除了孟老虎，这里刚才还有几只小老鼠啊。哥，这玩意儿要是卖了，咱们这辈子都不用愁了。卖，这东西一旦出现在黑市，我们明天就会人间蒸发。那交给禁卡局？不，风险与收益并存。有了它，我们在神魔游戏里的起跑线。全程通报，老房区发生特大爆炸，请所有目击者配合调查。这东西我们吞了。重力增幅，配合我的高智力，这不仅仅是控制，更是毁灭。卡槽已满，正在确认带入物品。载入完毕。副本世界：没落的魔法帝国，
难度第一次正式游戏。没落的帝国，乱世出英雄，也就是出机会。主线任务发布，诞生法力，成为正式法师。正在进行记忆著书与身份伪装。这种粗暴的植入方式，还真是系统的风格。记忆融合完毕，身份王哥，克格莫小城的废物青年。憧憬法师荣耀，却连法力感应都做不到的底层平民，很好的掩护色。在这个世界，法师是贵族，掌握着绝对特权，而我是爬不上去的蝼蚁。那是对原主而言，对我来说，这里是充满养分的猎场。王哥，醒了吗？今天的悬赏任务快开始了。配合完美，这4头家伙够我们。哟，这不是凯伦大美女吗？谢了，帮我抓住了猎物。鲁西，这是我们的陷阱，那是我的猎物。上面插着我的剑，那就是我的。带着个废物拖油瓶还想分战利品，不想死就滚！律法，在这森林里，老子的刀就是法。既然不滚，那就留下来当肥料吧。射他的眼睛，那2个人交给我。你疯了？你还没有法力。我有脑子。法术卡，你是法师？重力增幅。王哥，你刚才那是？运气好，捡到的2张一次性卡片，3个金币，加上猎物，够去法师塔了。你早就计算好了这一切。在这个世界，犹豫就会拜拜。走吧，去见证我的觉醒。天赋测试金币，请把手放在水晶球上，闭眼冥想。啊！天哪！6系元素超高亲热，这是卓绝级天赋。这是卓绝吗？看来系统还是压制了双 SSS 天赋的表现力。恭喜您，尊敬的法师大人，这是克格莫10年来第1个卓绝天赋。这是新人福利，您可以任选3个临阶法术。我要治疗术、土遁、雷元素附魔。好的。另外还有一本观日迷香法，请您收好。有些路，乞丐也能走通；有些门，看门狗永远进不去。扛住了！看来那个教你冥想的人手段不低。不过是个梦里的白发老头。他说我骨骼惊奇，哭着喊着要把毕生绝学传给我，我也没办法，只能勉强学学。哼，白发老头，这种骗3岁小孩的故事，也就只有你会编得这么理直气壮。每个人都有不想说的秘密，莫森大叔，就像你这双腿，也不是普通的风湿痛吧？小子，你知道克雷这个姓氏意味着什么吗？那个垄断了帝国北邦魔法资源的克雷家族。我是克雷莫森，那个偷走了家族圣物生命之种，被整个帝国通缉的叛徒。生命之种，传说中能让凡人踏入神域的种子，难怪你的身体是被反噬了。他是个贪婪的怪物，吸干了我的潜力，把我也变成了这副鬼样子，却没给我任何回馈。既然你已经踏入了这个圈子，那种被动的乞讨式冥想只会浪费你的天赋。什么意思？闭眼，让我看看你的精神海到底能不能承载真正的掠夺。你之前的冥想是在等鱼上钩，
他们想来就来，不想来就跑，像个渣女。这比喻倒是贴切。法师不是乞丐，我们要做的是强暴规则，掠夺元素。看清楚了吗？这就是主动冥想，不要去求他们，要去抓，去抢。原来如此，改变精神频率，形成引力漩涡，这逻辑通了。一遍，你小子只看了一遍就掌握了精髓。多谢指导，这抢的感觉确实比求要爽得多。少得意，去给我买酒，算是学费。啊！我就是凯琳。这反差也太大了吧！闭嘴！这是血脉切换。我有双重血脉，平时是人类混血形态。古星族，那个被深渊诅咒、掌握着元素逆转钥匙的禁忌种族。丫头，你知不知道自己在玩火？如果让那位帝国女皇知道这里藏着一个古星族后裔，整个克格莫都会为了给你陪葬而变成灰烬。30万金币，把你卖了都不够吧？林东之城的拍卖会就是这个价，如果不想要杂质的纯净魔法种子，还得加钱。有没有什么一夜暴富的路子？有啊，只要肯豁出去。也不是不行。哼，年轻真好，哪怕是去送死都这么有活力。听说是城主发布的任务，报名费就要10个金币，但回来至少能分200金。商队清理路障需要征召全城的血脉者，如果只是护送，为什么要收高额报名费？这更像是买命钱。发什么呆？城主库房的材料还能任选？凯琳姐，天上不会掉馅饼。他们在找一群替死鬼去森林里探路。那我们还报吗？报。既然是替死鬼，那就看谁命硬了。越危险的地方，油水才越多。2个名额。还不够。复联术成了，现在的精神力比3天前强了整整1倍。那个老酒鬼的冥想法果然霸道。所谓的商队护航，不过是个幌子。那森林里藏着的东西，才是真正的大餐。既然是陷阱，那就把设陷阱的人一起吃掉。那个老酒鬼呢？还没醒？大概是在我们昨晚睡下之后离开的。小鬼们，我走了，别太想我。这就走了，还真是他的风格。这破房子留给你们了，尤其是那个向阳的大房间，晒太阳很舒服。如果你们活到去往元素帝国的中央之城，或许还有机会见面。抽屉里留了点小礼物，算是房费。这是灵阶替死法术。这老家伙手里露出的一点指甲根，竟然是这种保命神技。这是风原者的转职书，游侠的高阶转职。这是古灵族游侠梦寐以求的传承，他怎么会有这种东西？看来我们这位醉鬼导师来头比我想象的还要大。你在写什么？遗书？算是吧。凯琳姐，你也知道，我是被神选中的玩家。或许哪天副本结束，
我就会突然消失。如果那时候我不在了，这张条子算是给你的交代。笨蛋，另一个世界吗？不管你去哪儿，我都会守着你的后背。这么多人，简直就像是一场混乱的自助餐。王哥，等等，还好赶上了，这是法师高塔的推荐函。等这次任务结束，你一定要去灵东之城的高塔报道。你的天赋评级是卓绝，在克库莫这种小地方简直是暴殄天物。我相信你会成为一名伟大的奥术师，能开启特殊副本凛冬的末日。卓绝？你的天赋竟然是卓绝？怎么，很高吗？法师本就稀有，卓绝更是百万中无一。看来我这次抱到了一条真正的大粗腿。出发！所有人跟紧商队旗帜，掉队者生死自负。走吧，这封推荐函能不能用上，还得看能不能活着走出来。不对劲，不对劲，这里的元素平衡被打破了，除了木元素，感觉不到任何其他波动。一群废物！铁锤清场！那是二阶法术卷轴，他疯了吗？那个范围会连我们一起都变成灰烬吧！他们根本不是在清理路障，这是无差别屠杀！快退！这就是他们的目的，用我们的命去填这个坑。所谓的商队护航，果然是把我们当成了引诱怪物的饵食。既然你们想玩，那就看谁厉害。路口开了，把剩下活着的人赶进去探路。那是传说中的元素精灵。看来情报没错，这里果然是一处极度纯粹的木元素聚集地。铁锤，别让他们闲着。都愣着干什么？没看到那些绿色的玩意儿吗？科斯大人有令，杀一只精灵，赏金100金币，现场兑现。上啊！杀！100金，杀一只就够我快活1年了。那是老子的，都别抢！人为财死，这就是没有情报的下场。快开门，别让他们跑了！我不干了，让我回去！谁敢退，这就是下场！想跑？既然拿了钱，命就是我的。克斯阁下，这是否太过分了？以后还有谁敢接安东尼家族的任务？城主大人，通往权力的道路总是荆棘的，只要拿到里面的东西，你我不仅无过，反而有功。前有木刺阵，后有火墙，他们这是要逼着我们去填清陷阱。木元素精灵虽然攻击高，但防御低。进去，或者被烧死，一个选一个。想拿我们当炮灰探路，那就看这把火最后会烧到谁的身上。不想死的，跟着我的节奏。法师准备火攻，战士举盾掩护。既然来了，戏还没看完，急着走什么？那是2阶法术卷轴，再加上这把附魔长枪，阁下的目标恐怕不只是扫荡地宫吧？聪明人，克斯，你闹出的动静太大了，死这么多赏金猎人，灵东之城那边不好交代。几百条烂命而已，只要拿到那东西，整个克古莫城都将改姓安东尼。那可是传说中的生命之种，能够改变家族命运的神物。
至于半生的魔法种子，生命之种，那是什么？但魔法种子听起来像是高浓度的能量结晶。城主大人，若是你乖乖配合，那颗半生的木系魔法种子，我可以赏给你。希望你信守承诺。哼，前面的都没死绝吧？给老子继续探路！这也是精灵？怎么长得像人？管他长什么样，都是行走的金币，给我杀！是联合施法，你快退！怎么不疼？我的手！3阶木系法术，将木生春，真是艺术般的技艺。他们没蓝了，铁锤清理垃圾。这就是3阶法术的威力，这就是没有规则限制的异界。凯琳姐，你先走，我有特殊的脱身手段，你在这里反而会让我分心。你说谎，那是3阶法术，你怎么脱身？记得我在副本里怎么活下来的吗？真是感人的解密情深。那个精灵血脉的小牛跑得快，我懒得追，但你相信我，我只是个运气好点的法师，魔力早就空了。运气好就够了，前面的路机关重重，我需要一个新的探路石。进去，把里面的种子拿出来。这就是大家族的做派吗？想拿我当炮灰，那就看看这把火最后会烧在谁身上。身法不错，看来你在之前的副本里没少逃命。运气好而已，大人，这路很难走。墙壁在分泌消化液，这些藤蔓不是机关，是某种巨型生物的触须。这根本不是走廊，是池道。别磨蹭，前面就是核心区域，再拖延，我就把你扔到墙上喂藤蔓。就是他，半生魔法种子，这种纯度的能量，家族的那些老不死一定会发疯。去，用这个把种子装起来，别用手直接碰，你的剑命承受不住这种能量。大人，我能不去吗？你觉得呢？我去，别杀我！距离10米，风速微弱，魔力浓度超标，那个大家伙该醒了。是守护魔兽，快拿种子！水木，七种独断，这就是极限吗？检测到关键物品，5秒未受攻击可回归。倒计时开始，5。干得好，快把瓶子扔给我！你先救我，不然我就算毁了它，也不会给你。你敢威胁我？你知道死字怎么写吗？反正横竖都是死，不如拉个垫背的。3、2，把瓶子扔过来，快！想要，下辈子吧。1。木体之术，人呢？王哥，不管你躲到哪个病位，安东尼家族绝不会放过你！谁装神弄鬼？太吵了，莫森，你果然没死。好久不见，城主大人。你在用自己喂养那颗新种子，那是禁忌。老东西不腾位置，新东西怎么发芽？他吃了我，才是完整的生命循环。木替之术，这小子才刚接触魔法多久？那个叫王哥的学生，看来是尸骨无存了。尸骨无存，这小子比泥鳅还滑。正好，种子发芽需要养料，这些大家族的血肉应该够服我了。28分，比预想的还高2分。看来莫森那边处理得很彻底。获得抽卡机会3次，因评分高，奖励提升。奖励改变，规则应该不会出错。智力翻倍，这就是法师前期的核心爆发技。
这种大脑高载的感觉，就像算力瞬间提升了10倍，增加施法速度，还能强化召唤物，配合木替之术和土遁，生存能力质变。第一次游戏结束，接下来才是真正的竞技场。回。回来了，我活着回来了！我拿到职业了，我是战士！安静！所有人立刻检查身体状况，有没有受伤的？王哥，你怎么样？有没有缺胳膊少腿？陈老师，我没事，运气不错，选到了法师职业。法师？那个前期最烧钱、死亡率最高的法师？班长，你疯了！没资源、没背景选法师，那不是找死吗？没办法，天赋刚好匹配。天赋？你的初始天赋是什么等级？如果是 F 级法师，以后只能去当魔术师了。天赋评级 S 级。S 级？我的天，全校好像还没出过 S 级吧？真的是 S 级！太好了，王哥，我要立先别动，这要特殊保护。老师，不用这么夸张吧？你不懂 S 级意味着什么？你现在是我们这儿的王牌。28分的事情必须烂在肚子里。S 级天赋足够换取资源，又不会引起那些不可控势力的过度觊觎。不对，统计应到40人，10到40人。可是那个人明明已经在副本里，为什么名单上还有他的名字？橙色传说级魔法种子，刚好匹配我的全系需求。植入成功，智力+2，全属性+1，当前智力30点，1阶极境。这种力量充盈的感觉，法力回路彻底打通了。哥，我回来啦！冷静点儿，这是教室。任务顺利吗？顺利。虽然终极任务机械革命有点难，但我把那个国王的城堡炸平了。炸平了？有问题吗？口径即是正义，爆炸就是艺术。SS 级？等等，不稳定压缩，这是那个被称为自爆狂魔的天赋。只要运气好，我的炮火能打出10倍暴击。老师，我是不是也是重点保护对象？既然登记完了，我们去接最后一个人。听哥的。哥，那是有药，他怎么像个丧尸？水，有没有水？看来你的副本经历很丰富。别提了，那个神魔游戏说我有矮人血脉，直接把我扔进了矮人王宫。矮人？那你怎么被变矮？重点不是这个，那个矮人公主，她说我是什么高贵血脉，把我关在寝宫整整14天。14天啊！我不就觉醒个天赋吗？所以你现在的职业是？没职业，我是特殊类血脉觉醒者。虽然过程不堪回考，但我现在的皮比坦克还厚。哇，硬邦邦的，以后你就是我们的移动岩岛了。法师、机械师、重装肉盾，怪物小队算是集结完毕了。唉，咱们能不能换个好听点的名字，比如帅哥与野兽？走了，有人来接我们了。哟，都在呢。看来咱们的小天才们这次收获颇丰啊。梦怡，你怎么来了？0号俱乐部的监测网都快炸了，3中这边出现了巨大的数据异常，我不来，怕你们被禁卡鱼抓去切片。一点小运气而已。28分的历史最高峰也是运气？你的消息很快。在这个世界，信息就是生命。小姨可是为了保你，把那帮老家伙的眼线都掐断了。别高兴得太早，这次你们动静太大，上面的关注度超标了。所以呢？紧急动员令！接最高议会通知，第99届世界竞技游戏倒计时变更，要求必须在半个月内完成高强度的连续3次神魔游戏副本，未达标者剥夺参赛。半个月3次，这是要玩死人啊！我腰还没好呢。太好了，又有架打了。王哥，这是针对高分玩家的清洗局，他们不想让不可控的怪物成长起来。梦怡，开车吧。既然规则改变了，那我们就打破规则。老王，你说我一个堂堂血脉肉盾，为什么要跟你在法师班混？因为你的智力成长系数是1.1，学校判定你有成为法坦的潜质，而且那边全是肌肉猛兵，你确定要去那儿和他们比谁的汗味更重？算了，我还是当你的人形兵比吧。哟，今年法师班就2根独苗？不对，这胖子怎么看都是个打铁的。老师好，我是李岩，我也是法师。哦，3个。行了，
既然人齐了，我就简单讲两句。咱们法师班呢，主打一个散养，没教材、没资源、没实战演练啊。那我们学什么？学校又没有游离元素，我教了你们也放不出来。再说，法师前期就是脆皮鸡，活着才有输出，懂吗？这秃子靠谱吗？我怎么感觉像是进了诈骗团伙？胖子，我听得见，听好了，我的教学理念就一个字儿：狗。这是冥想入门，自己回去练。没事别来烦我，有事更别来烦我。散会。老师，那我这几天刷到的法师之手技能卡有些搞不懂的地方。法师之手除了拿外卖有什么用？未必哩，我们换个技能，我给你重力加持。你把法师手的心得给我。真的，重力加持可是稀有控制技，谢谢你王哥。原来如此，精神力必想化。我去，这是法师之手，这是如来神掌吧？只有手掌那么大，刚上手就能用到这种程度，这小子的智力到底多少？30还是更高？还不错，捏碎一个人的头骨应该够了。那个虽然稍微大了点儿，但也就那样。行了，跟我去会议室，上面的老妖婆要训话了。你知道我为什么说要散养你们吗？因为你懒。懒是真懒，但更重要的是，常规教学救不了你。统安那老太婆没说实话，这次提前开启的不是普通比赛，而是神魔战场的预选赛。预选赛，猎杀名单，很好。看来不用我去找麻烦了，麻烦自己送上门了。那就看看，到底谁才是猎物。神秘系召唤卡，不需要职业限制，那就来看看能抽出个什么东西。检测到召唤请求，请提供祭品。人类，是你召唤了伟大的狮角大仙。这味道，你是刚从汇粪池里爬出来的？放肆！本大仙可是神秘册的高等生灵，既然吃了你的祭品，说吧，想让本大仙帮你杀谁？不杀谁，我只是突然发现把你宰了，或许比用你有价值。等等，你疯了！我是召唤物，我是你这边的。这就是神秘系材料，虽然恶心了点儿，但这确实是一条低成本刷材料的捷径。只要祭品够便宜，我就能无限刷怪。神秘召唤，不，这是移动提款机。王哥，你在家里煮什么？隔着2条裂我都闻到了。神秘召唤而已，出了一只狮角，已经处理了。狮角，那种低级恶心的东西。等等，你那是什么眼神？小姨，既然你来了，帮我看看这个。如果用特殊的精神力作为祭品，能不能召唤出噩梦？噩梦？你才临阶，怎么会接触到这种层面的神情学概念？书上写的，1阶神秘生物具有极强传染性，我觉得很适合用来做精神力程式体。别碰那个，书上写的只是皮毛。噩梦不是生物，那是深层神秘的投影。你现在的精神力，碰一下就会变成白痴。好吧，听人劝吃饱饭。那你这么晚破窗而入，总不是为了来闻臭味的吧？哎呀，我家停水停电了，来投奔亲外甥不行吗？今晚我就睡沙发了。我有理由怀疑你在监视我。那是保护。对了，明天分班，低调点，别把你那些吓人的心思摆在脸上。放心，我一直很和善。这小子的成长速度太快了，连噩梦都开始关注，必须得加快那个计划了。这次世界竞技赛是国运之争，所有高3学生必须在3个月内完成3次神魔游戏，冲击等级榜。3个月3次游戏，这是在养蛊。老王，3次游戏顶多升到7、8级，怎么跟那些大家族的疯子打？听说有人已经摸到转职门槛了。怕什么？管他几级，只要口径够大，神都杀给你。别天真，临阶职业每级属性点只有 2.5， 而已转如果转职业至少完成转职，属性差至少 50%。这哪是鸿沟，这是天堑啊！那我们岂不是去送菜？所以我们不能按常理出牌，必须在3次游戏内利用特殊手段强行冲到10级，并完成转职。特殊手段？你是说我有这个机械迷城的先驱实验，特殊副本邀请函，占游戏次数，还能自主选择进入时间？特殊副本虽然风险极高，但收益足以填平经验条。这玩意儿只有1张啊！白柔妹子，你要单飞？笨蛋，这是小队邀请函，虽然主要是机械系机缘，但经验是共享的。很好，3次常规游戏刷等级，最后用这张卡冲刺转职。计划是完美的，但我这心里面还是发虚呢，毕竟只有3次机会，万一挂了……所以我们需要容错率。跟我来，在这个数据要把脑袋别在亏的裤腰带上，那就得多备几条命。嘿嘿，老王，给你看个宝贝，除了矮人血脉，我还觉醒了这个。听起来像是个打铁的技能，现在能把我的枪变成加特林吗？目前只能给法杖或者冷兵器附魔，机械类的还需要前置科技。不过现在我们需要更直接的保命手段。木替之术，临阶替死法术。我操，替死这种神技，拍卖行能炒出一套房吧？你从哪儿弄来的？这东西不是有价无市吗？运气好，你们现在去交易场买2张绿色的空白技能卡，我有办法复制。花光了我的积蓄啊！老王，这要是失败了，我就只能去卖身了。闭嘴，看着。
精神澎湃，开启。智力封停60天，解析、重构、解毒。拿去，每人1次替死机会，别随便浪费。义父，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义父。谢了，有了这个我就敢贴脸输出了。王哥，好巧啊！听说你要参加全国大赛，是。那你们队伍还缺人吗？你看，我有 A 级天赋，额外鼓舞，能加状态，还能回血。不需要。为什么？任何队伍都需要奶妈呀！而且我是校花榜。我们的战术不需要治疗，在敌人造成伤害前杀光他们，就不需要回血。你这也太狂妄了吧！哎呀，我的书！你要去7班，顺路送你一程。这是什么力量？他真的是灵阶法师吗？瞬发吉祥话法术，这种精神力控制度，看来是个棘手的变数。看来鱼塘里的鲨鱼开始注意到这里了。老王，你看啥呢？没什么，只是觉得接下来的游戏会很有趣。走吧，去练级。分班结束，恭喜你们落入了我这个全校最强也就是最闲的导师手里。徐氏法师生存纲领，老班，这书名听着不像正经教材啊。肤浅，法师的真谛是什么？活下去。记住，在你能把金咒像吐口水一样瞬发之前，核心战术就一个字儿：从心。只要我跑得够快，队友的问号就追不上我。这不就是怂吗？写的这么清新脱俗，这叫战略性撤退。活着才有输出，死了你就是个盒子。隔壁班搞定了，我是班长，谁赞成？谁反对？暴力狂，这哪是选班长，这是占山为王吧？行了，既然人齐了，说正事儿。这是神魔战场的新手区编号，这是我动老脸给你们争取的，资源密度是普通区的10倍，但死亡率也是10倍，高风险高回报。那个老师，我们不用再招个治疗吗？我看别的队都有。那得看你们队长的意思，某种程度上，他比我更像个老怪物。看，那就是把校花扔飞的狠人。听说秦诗诗哭的妆都花了，这男的是铁做的吗？刚才听说了，你把秦诗像垃圾一样丢出去了，干得漂亮！奶妈只会拖慢我的射速。可是秦诗诗的那个额外鼓舞天赋真的挺强的，持续回血还能加状态。李岩，你觉得在神魔战场，什么是最有效的治疗？快速愈合，圣光术。错，最有效的治疗是让敌人无法造成伤害，只要在敌人抬手的一瞬间把他秒了，我们就是满血。俺觉得老王说的盾没碎，你们随便浪，要是连我都扛不住，奶妈也就是多送个人头。没错，口径即正义，射程即真理，我要让敌人连我的影子都摸不到。这一队全是暴力狂吗？今晚调整状态，明早9点进入战场。我们要把这个 Area 404变成我们的后花园。这次世界竞技赛上面给了死命令，必须拿下3个名额，否则明年的资源配额要减半。难啊！听说北美的那个机械神教出了个怪物，刚觉醒就是全身一体化。我们这边除了许家那几个种子选手，还有谁能打？李小群虽然强，但他太疯了，不好控。哎呀，你们慌什么？我都说了，我有大腿。小许，你那个大腿到底是谁？如果是第0次游戏的那个满分状元，我们必须立刻接触。肯定是他呀！你们是没看见，他在木偶剧场里有智商税。叫什么名字？先加名吗？那个 ID 是什么？当时太激动，好像大概我也没问真名。高手都是以此为傲，连名字都没问。不过没关系，只要到了赛场上，我一眼就能认出他。等着吧，大神。既然你说了会顶峰相见，那这次第1名肯定是我们俩的。周行市，那里不是一群刚觉醒的高中生吗？那里不是只有一群刚觉醒的高中生吗？神魔战场充满了不确定性，要在那里活下去，我需要更多底牌。消耗卡转化为永久技能卡，如果这个理论成立，市场的规则将被改写。临阶治疗术技能卡售价150神魔币，而单次使用的消耗卡仅需5神魔币。买下了5张当火球术消耗卡和1张空白金牌。神魔币20枚。开始解析，不到5成，这种概率在赌桌上就是送死。精神澎湃，开，还不够，哪怕是1%的失败率，也是不可控的风险。这就对了，绝对的掌控才是法师的优雅。冰锥术，永久技能卡，成本25币，市价150币。这不仅仅是技能，这是印钞机。只要垄断高阶消耗卡，我就能批量制造神迹。王哥，小姨知道你在家，乖乖开门，不然这门又要换喽。现在是凌晨1点，私闯民宅是犯法的，哪怕你是亲戚。跟小姨讲法律，在神魔游戏里，我就是法律。空气里有法力杯动的味道，看来我们的状元郎刚才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实验。睡前预习，倒是你这么晚过来，如果只是为了查岗，门在那边。真绝情，是来带你去见世面的。听说过交易区吗？不是那种官方的菜市场，是真正的销金窟、黑市，甚至有能帮你快速一转的特殊副本。我现在不需要特殊副本。哦，这么自信，
看来第一次游戏的评分比我想象的还要高。官方拍卖行的好东西太少，如果要武装全队，必须接触更深层的资源网。带路。这才是我的好外甥。不过进入那里需要特定的权限密码，密码是小姨的生日，记得吗？记得，国庆节。虽然也没错，但你就不能说得更有情调一点？输入编号6943101，第一权限确认。抓紧成了，小朋友。这种私人尽快接触那个世界的残酷，恐怕真的会死在半路上。这是空间折叠技，这就是官方管辖之外的世界。欢迎来到成年人的游戏场，王哥。在这里，只要有钱，连神的尸体都能买到。别睡了，我要法师的3次游戏特殊副本卡。哎呦，是血色孟小姐啊，您来晚了，真没了。这么多卷轴，连一张低阶副本卡都没有。小哥，您是不知道现在的行情，世界竞技赛的消息一出，全乱了。各大财阀和名校跟疯了一样，只要是3次游戏以下的资源，通通扫空。法师的也没了，那帮蠢货不是最看不起法师前期战力吗？宁杀错不放过啊！现在的市价，一张白卡都能换一套房。所有人都在抢低阶接 BB， 如果我能量产建技能卡，这就是暴利。行了，既然没有就走吧，一群没眼光的家伙。哟，这不是孟大小姐吗？怎么？来这儿给你的小情人淘破烂，口嘴里吐不出象牙。许嵩，你们许家巷太难堪了吧？这是市场规则。为了许墨染能拿到竞技赛资格，家族下了死命令。这就是你那个远房侄子，看起来平平无奇，也是法师。平平无奇最好，不容易被贼惦记。有点意思。不过年轻人，法师这种烧钱的职业，没有家族喂养就是废号。废不废号轮不到你评价。许墨染那个娇气包，连根法杖毛都买不到，堆得起也是实力。你的时间不多了吧？与其在这带孩子，不如多操心操心自己。滚！好好好，不打扰你们叙旧。祝你们好运。他是谁？一个自以为是的富二代管家，别理他。我们去下一家。他刚才说你的时间不多了，是什么意思？女人的青春可是很宝贵的，当然不多了。小孩子别瞎打听。你去那边看看有没有能用的法力恢复药剂，我去跟老板谈点事。又是你，上次的账还没结清。少废话，给我那个，我要6支圣水。你现在的身体状况，用圣水只是饮鸩止渴，只要能压住就行。快点，别让他看见。那种诅咒已经侵蚀到你的骨髓了。记账，等我死了，这笔烂账你就找阎王爷要去吧。王哥，选好了吗？小姨帮你买单。你的脸色刚才很差，可能是这里的灯光太绿了吧。走了，回家给你做好吃的。那个少年就是你拼命也要护着的人吗？真是个疯子。恭喜，小王哥，你这次用的可真讽刺。新闻只说华国队赢了，没提代价。6人小队当场暴毙2个，重残2个。我是运气好，只是丢了只手。这就是世界竞技赛，所谓的赢，不过是比对面玩死几秒。收益风险比这么低，为什么还要拼命？这不符合逻辑。因为一种卡片万能升级卡，成色品质的唯一来源，能让我的核心技能发生质变的道具。这是目前唯一能把技能强制提色至金色的道具。王哥，你想打破阶级地来，这是明白了，这也是各大财族疯狂垄断低阶资源的原因。你真要参加？这次限制到3游戏以下，意味着全是和你一样的新人，也是死亡率最高的绞肉机。正因为是绞肉机，才会有肉吃。疯子！如果是法师，我建议你找个强力肉盾，别死在第1轮。求大腿！我有 C 级天赋，只要不死怎么都行。治疗，我们要治疗，多少钱都给。臭小子，手别抖，这一点下去，半条命可就没了。徐老师，阻碍学生上进可不是好习惯。上进，这叫送死。法师前期脆得跟纸一样。你现在的身板进场就是移动荣誉宝宝，那就不被打中。现在的年轻人怎么就不听劝？我们的宗旨是什么？是狗。这次选拔赛不一样，上面为了筛选精英，可能会放宽死亡指标。你那几个 SSS 天赋还没成型，别浪。老师，我不喜欢把命运交给概率，只有进场才能控盘。造孽呀！要是你那2个变态队友也跟你一起发疯，得一窝疯狗，这届学生怎么带呀？王哥，咱们真要这么搞？3个人虽然猛，但这比赛强制4人队啊。系统规则不可违逆。现在的关键是第4个人选谁？随便拉个路人，反正也就是凑数的炮灰。不行，要是拉个猪队友，关键时刻背刺或者拖后突口，咱们得团灭。我们常规的治疗或者辅助太慢了，那就只有一个选择了。还记得他吗？那个修好我第一把枪的黑石即将。我操，这是平民那个偷进口的叫什么来着？他叫老鼠，虽然没有公民身份，但他刚通过了死侍芯片移植。死侍芯片那是给重刑犯或者绝症患者用的，没有安全锁，随时可能爆脑。但他觉醒了绝对精密，他的大脑就是一台超级计算机，能计算出每一颗子弹的跳弹轨迹。那可是罪名啊！要是被查出来我们居然跟没户口的人组队，会被取消资格甚至坐牢的。他是天生的爆破大师，而且为了活命，他比谁都听话。敢不敢用？听着，这片区域是4校共享资源，如果有人抢你们的怪，怎么处理？根据收益最大化原则，清除竞争对手，直接打死。复议，死人不会抢怪，也不会告状。造孽呀！
红线，这是红线！神魔战场内禁止杀戮同类，打死人要坐牢的。那打成重伤或者终身残疾，只要还有一口气，只要不当场暴毙，老师我就能兜得住，听懂没？懂了，留口气就行。老师，我是不是进错队伍了？这听起来像犯罪团伙。李岩，看住他们。要是这俩疯狗杀红了眼，你负责报警，不对，负责叫我。在这个世界，犹豫就会败败。我们可以先接这个清理树精，比较安全，积分也……住手！那是官邸 BOSS， 你们才几级？那玩意儿皮厚的连2转战士都头疼。风险评估，死亡率低于30%，收益高于500%，这就够了。3中的，疯了吧？那是给百人团准备的攻略任务，估计是想哗众取宠，进去看一眼就会被吓尿裤子。看什么看？没见过天才啊！徐老师，规则里没说不能接 BOSS 任务吧？没说，但也没让你去送死啊！那是照既然接了，就是我们的猎物。走，速效救心丸，我需要速效救心丸。哟，这不是3中的那几个勇士吗？怎么迷路了？这片区域我们1中包了，10项的滚去外围捡垃圾。老王，这能忍？我锤子痒了。现在的任务效率是第1位，动手浪费时间。哈哈，果然是怂包。3中的垃圾就该。送你们了。啊！快防御！走，别回头。高，实在是高，这就叫借刀杀人，不对，借猫杀人。这就是你说的不浪费时间。空。发誓。李岩。积分加3，积分加3，好多积分。太慢了，按照这个速度，天黑前到不了核心区。老王，这已经是推土机的速度了，别的学校还在外围玩泥巴呢。杂鱼没有价值，我们要的是那张入场券。到了，保持阵型，准备接客。这就是11级领主，他看起来像一座房子。乖乖，这龟壳，我的锤子能敲动吗？敲不动也要敲。我们没有退路。还有药，顶上去！李岩，给我中力加持！死就死吧，硬化皮肤！精神澎湃，开！来看看是谁先死！老王，被包饺子了，先杀哪个？还有药。杂音太大，清场。傅雷，全雷打！好嘞，发誓！防御极限到了，进攻，先翻他！起！重力加持，反转！精神澎湃，剩余5秒。老裴，凿进去，给爷碎！我们真的屠神了，只是个11级的数据罐而已。打扫战场，连龟壳都别剩下。3中的，去旁边洗洗。如果是地级任务，不需要。这是？那是找台龟的胆囊！你们把领督宰了？合规狩猎，麻烦快点，赶时间吃饭。暗毛妖、蛮荒牛，你们这是把沼泽区清空了吗？也没多少，不够塞牙缝的。老师，那个龟壳太大，放不下，在走廊里。创纪录了！按照协议分配。另外，别把我们的数据透露给1中、2中，不需要透露。等他们进场就会发现，那是真正的荒原。接下来进场的1中、2中，怕是要哭着出来了。老王，4800分，你打算换哪一套法师新秀装备？垃圾装备。不如嗑药，算了吧。你们是全部都购买？全是加属性的，这一只可是300积分啊！基础属性才是核心，装备会过时，身体不会，大脑更清晰了。你也太暴殄天物了，拿药剂当水喝。我也想要，但我买完枪械零件积分不够了。差多少？1200，就差4只。义父，只要你开口，炸谁我都去。记账，以后拿命换。别贫了，吃饱了就干正事儿，去接那个机械师。这就走？不去消消事儿？今晚不仅要消食，还要给队伍装上一颗大脑。
老鼠，开门。是我。大姐头，这么晚带生人来干嘛？有好路子带你离开这鬼地方。离开？我这狗窝挺好的。再说我还没收拾。他在摸枪。你们干什么？走好啊！嚯，这做工可以啊，居然还能发射！想活命就收起你那可怜的防备心。王哥，别吓着他。老鼠，这是我队长，我们要组队，缺个修东西的。组队找我这种罪民？只要你有价值，罪民也能成神。收拾东西，跟我们走。去哪儿？去吃饭。我不习惯在垃圾堆里谈生意。谢谢款待。这辈子值了。吃饱了就说正事儿。神魔游戏，我们需要一个爆破专家。大姐头应该说过我是谁吧？绰号老鼠。我爸是那个在战场上炸死18名自己人的叛国者。所有人都说他是疯子，是恶魔，我也成了过街老鼠。跟我这种人组队，你们的政审过不了，会连累你们。说完了啊？叛国者，那是系统定义的规则。在我的队伍里只有2种人，废物和天才。你是哪种？老鼠，把你的面板亮出来，别像个娘们儿一样磨磨唧唧。我不算天才，但我手稳。 A 级天赋，绝对精密，能大幅提升机械制品的精度，哪怕是废铁，我也能让它爆炸威力翻倍。我操，这天赋配上白柔的火力，岂不是人形自走的蛋？很好，不管你爸炸死了谁，那是上一代的事。从今天起，你的命卖给我，我带你炸穿这个游戏。真的？还愣着干嘛？叫队长！队长，欢迎加入怪物小队。叛国者之子，暴力狂，矮人混血，再加上我这个异种，这样的队伍才配得上去颠覆那个该死的世界。哟，这就是那个1天清空区域的3中队伍，就这几个人。听说还要带个残废和乞丐，3中是没人了吗？嘴巴放干净点，好狗不挡道。路就在这儿，有本事聒噪。你干什么？这是违规！规则禁止杀人，没说禁止让人闭嘴。有药，1人1条腿，粉碎性骨折即可。队长，这小子比我当年还狠，不过干得漂亮。走进副本，老鼠别发呆。是。想碰他，先过我这关。他的鳞片太硬了，穿甲弹打不动。准备上，裴有药上。大姐头，3点钟方向，腹部第3块花纹下面，延迟0.5秒引爆。明白。我操，这威力和刚才那玩意儿是一个型号。修改了引后结构，定向爆破，威力提升了240%。不仅是威力，原本需要5分钟的战斗，缩短到了30秒。做得好，这就是你的价值。谢谢队长。以后我的枪要是卡壳了，唯你是问。包在我身上，大姐头。既然有了大脑，那就加快推进速度，哪怕是平均等级高2级，我们也要清空这里。你终于回来了，小姨要死了。我回来了，这次又是什么病？绝症？相思病，还有穷病。听说你们今天又把新区域给屠了，积分不少吧？差不多，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小姨把房子卖了给你买资源，现在无家可归，身无分文，还有如果是要积分，我可以转给你。不用你的积分，我是要告诉你，这次第2次游戏有点特殊。特殊？除了常规副本，这次会开放未知区域，也就是还没有被官方完全收编的野区，风险很大，死亡率90%，但那里的领主会掉落一种特殊的勋章。你怎么了？没事，呛到了。听着，王哥，如果你想在未来的神魔战场活下去，或者如果你想救某个身患绝症的可怜小姨，你的手为什么这么冰？因为小姨是冰山美人啊！去睡吧，明天可是硬仗。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王哥，你必须尽快成长起来。乖侄子，这可是小姨特意为你准备的爱心早餐，不尝尝？如果这块黑炭能被称为面包，
那煤矿大概是粮仓。真无情。听说第2轮游戏今天就要开始了，这次可是要在那群妖等生面前好好表现呢。只是去完成任务，获取所需的东西而已。别急着走呀，我最近总觉得浑身不舒服，不跟人亲近一下就提不起精神。看来状态不太好，好好休息调整一下吧。看来病得不轻，建议多喝热水。哎呀，被嫌弃了呢。这种被世界排斥的感觉还能撑多久呢？听好了，这次开放的是第2实战区，怪物平均等级7级，最终 BOSS 是一条无相蛇。你们5个是我们3中唯一的独苗，特别是老鼠和李岩，别拖后腿。是，保证完成任务。我会努力丢控制技能的。放心吧，老徐，有我玩过去就是了。吹个屁！这次是1中重要2中的主力才有输出，懂不知道？如果不惹事就能拿到资源，我没意见。但通常情况下，资源都是抢来的。行了行了，赶紧滚蛋！记住，只要不违反核心规则，其他的我给你们兜着。有这句话就够了。这群小怪物，希望别把天捅破了。哟，这就那个号称1天清空战场的3中难民团，怎么还有个残废？这队伍是凑数的吧？好狗不挡道，滚开！路就在这儿，有本事你……既然不会走路，那就别走了。你敢动手，这是违规！老师，救命啊！有药在，1人1条腿，粉碎性骨折，这是给他们的过路费。队长，这会不会太……闭嘴，看着。你干什么？别过来！我们认输！住手！你们这是违规警示！检查者，我们要投诉！未造成任何人身伤害，符合竞争与对抗规则。这叫符合规则？这分明是违规警示！这个世界，竞争的边界由规则定义，而非弱者的感受。3中队伍判定无责，允许通过。走吧，别浪费时间。徐建生，这就是你带的学生，这是暴徒，我要上报教育局！喊什么喊？监察者都没判定违规，你算哪根葱？粉碎性骨折，这叫没违规？那是他们技不如人，想抢道就要做好被碾压不过，老的想动手。肃静，这里是实战区，再有干扰考生行为，驱逐出境。这里地形太复杂，一手分布散乱，那就一路推过去呗。效率太低，5个人分那点积分，连塞牙缝都不够。分队，白柔，你带老鼠和李岩走左侧水域。收到，只要不是领主级，我都能应付。有要跟我走右侧密林去核心区。那个老大，我也想。你的炸药适合配合白柔的火力覆盖，别死了。是，绝不给队伍丢脸。刚进来就分兵，这群小疯子真当7级区域是后花园啊！找死！是7级异兽雪龙蛙，小心它的毒素。大姐头闪开，看我的，尝尝这个 C 型改造型。威力不错，改过了。嘿嘿，加了20%的装胶量，还调了隐身灵敏度。吓死我了，它的皮太厚了，我的锋刃根本切不动。走吧，动静太大，得快点转移。王哥那边估计也不轻松。精神澎湃，开！我的乖乖，这什么怪力？有些时候智力比蛮力好用。收割金河，我们走。这就清场了？再去死！该死，过载了，冷却系统跟不上。大姐头，你看天上，是血晶蜂群，刚才的爆炸声把他们引来了。我的枪至少要冷却3分钟。3分钟，这群疯子30秒就能把我们吸成干尸。我操！准备近战，拼了！结算中，血晶锋刺乘187，森水猪囊98。仪器坏了吧？那可是7级群居异兽。坏没坏？监察者没点数吗？承认别人强很难。你的身体素质太差，跟不上节奏。这分是让你买爱型药剂补满属性的，可是投资不是施舍，我不养废物，懂？懂，这就去嗑药。这100斤肉以后就是老大的。行了，老王的规矩你还不知道，听安排。剩下的怎么分？李岩那份单独我们平分，剩下的去自由贸易区。只有尽快武装到牙齿，才能在第2次游戏中活下来。你小姨这品味挺别致啊，习惯就好。哟，稀客还在想是谁有权限开这扇门，原来是梦婷提到过的那个侄子。我们要买点东西，1阶的技能卡或者稀有道具。1阶那种货色在外面的摊位很少见，去墨客街18号那儿有个怪老婆婆，专收偏门的高级货。既然是孟疯子的亲戚，我多嘴一句，在那条街别提他的名字。为啥？
我听老王说他小姨挺照顾人的。照顾，在这个圈子里，梦婷的意思就是谁惹谁死。她就是个长着天使脸蛋的瘟神，你们最好祈祷帮忙砍掉。多谢提醒。生面孔，身上的血腥味儿倒是挺新鲜。买东西自己挑，盖不了必须是智力加成或者高爆发。如果是双 SC 天赋解析出的全息元素，这玩意儿的威力能跨越阶级，达到核战级效果。这张融合爆炸，还有那张玄冰之剑，我要了。一共2800神魔币，不收积分。这么贵，抢钱啊！神魔币，我们手头的现金不够。这点小钱先记我账上。小姨，记账。老婆子，我这里只认钱不认人，连我的面子也不给。就算是领主来了，也没面子可讲。梦婷，别以为这世上没人治得了你。这张卡值多少钱？这气息来自命运长河的下游，你从哪里得到的？这与交易无关，开价。3万不5万，我要了。老婆子欺负小孩子不懂行，这可是涉及到神秘学者晋升传说的关键钥匙。5万打发叫花子呢？孟疯子，你要阻我成道？我这是在教你做生意的规矩。要想拿走这张卡，10万神魔币。乖，10万把这破店买下来都够了吧？外加一个条件，当你踏入那个传说领域后，欠我一个人情。好，成交。终于看到了那扇门。那张融合爆炸和玄冰之剑，我也要带走。拿走，都拿走，别妨碍我参悟。早知道这老太婆这么急，就该喊15万的。小王哥，记得回家哦。小子，这预言卡背后的因果，你承受不起的。爽，太爽了！刚才吓死胖爷了，还以为那老太婆要吃人。那10万块真的不用给那个女人吗？那是小姨刚才凭本事砍下来的价，算是她的咨询费，暂时归我支配。老总，你的装备还要升级。老大不用了，刚才那3600积分已经。积分是用来强化身体基础的，这笔钱是用来买命。你要做的是队伍的大脑外挂，除了计算，你还要学会制造混乱。我要你在1周内把这些设备吃透。这得2万多。如果心疼钱，就在副本里多杀几个怪赚回来。你的机械异地维护费很高，别省着，剩下的钱作为公费储备。那我呢，老王，我也要公费。先把嘴擦干净。你的任务是当好肉盾，别被藐视，这是对重装战士的歧视。第2次游戏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的目标不是活着出来，而是通关。老大，我也能行吗？听说第2次游戏的死亡率，只要你想就能做到。如果3次游戏后到不了10级，连省赛的门槛都摸不到，更别说国赛。国赛？当然，难道你想一辈子在贫民窟修破烂？就是，咱们可是怪物小队，就算是拉条狗进来，只要跟着老王，也能拿冠军。我懂了，就算是死，我也要爬进国赛。明婆最后的眼神不对劲，一张预言卡到底引来了什么东西？想玩大的，那就看看是谁先死。72小时冷却结束，这次该有突破了。才到这里，不过有进展总比停滞好。我不喜欢赌博，我只相信绝对的掌控。精神澎湃，开！还不够。800、1600、1500、2400、2400，还不够。哪怕是40%，也意味着有大半几率会输。成本1600神魔币，比冥婆卖的还要贵。元素氢和种类大于2，智力要求极高。这就是为你量身定做的。卡槽满了，为了攻击力牺牲迷动性，必须尽快验证它的实战价值。今晚是个试刀的好日子。这么晚还有人来送死，这身装备还是个新人。运气不错，正好是你。现在智力71点，勉强能融合3种。那是多重元素融合，这疯子想自杀吗？去！这种威力的法术是一转前能掌握的。系统警告：无相鬼面的判定线是综合4为65点，新人绝不可能通过。完了！智力凝压，判定通过，眩晕时间0.5秒。就这点精神干扰，被发现了！这什么变态感知力？法力消耗太大了，一发融合爆炸几乎抽干了我，还得继续测试极限。喂，西巴吗？今晚可能要加班了。2号区来了个不得了的怪物，那个方向，这小子难道不知道那边封印着什么吗？刚才的元素波动，恐怕已经惊动了下面的东西。击杀2号区域 BOSS 无相蛇，获得经验值12000点。虽然不是技能卡，但这东西是制作精神伪装药剂的主桥，正好能掩盖我的解析波动。
一发融合爆炸加上2件玄冰，直接抽干了底蕴。现在的状态，如果不小心引到小慧，贪婪是死亡的催化剂。今晚的数据采集已经足够，撤。结束了，整个过程不到30秒。那可是拥有物理免疫和精神控制双重特性的无相蛇，就算是2转的精英队伍也要磨上半小时。如果上报，这小子的数据肯定会被高层那些疯子拿去切片研究。如果不报，这样一个打破平衡的力量，或许能成为我在这个该死游戏中分身的主角。那是谁啊？看他的装备，好像都是普通款式，看着像刚接触任务的新人。咱们继续说自己的。检测到指定生物样本，符合交付标准。我操！28秒，系统出 bug 了吧？无相蛇，那不是2号区的禁忌吗？这新人是什么怪物？喧哗是弱者的本能，不过这正好给那3个家伙打一针强心针。围刀脚定陷和小坑，怪物闯成留声，这才是怪物同伐来的奖励。老王，你他妈去单挑 BOSS 了？这可是无相蛇呀！3000币，够我把那面泰坦之盾买下来了。等着，老子这就去砸钱。28秒，看来队长这么卡牌，我也不能落后。这笔钱正好把我的火神炮射速再提一个惊人。这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大一笔钱，王哥，我就能买那个核心处理器了。你要的战术模型，我今晚通宵也能算出来。这点钱只是开始，我们的目标不是在这个新手村里当大王。3天后的国赛预选，我要看到一支能碾压规则的协调队练。放心吧，我立马调动身体。只要火力覆盖没有我不是誓死追随。团队雏形已成，接下来就是让这个世界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降维打击。抹杀？不，这哪里是 bug， 这分明是一把能刺穿神魔系统的利刃。这是我的地盘，你们来这儿干什么？我来这儿当然是为了完成任务，我拒绝。任务？王哥，既然你想玩大的，没错，那我就是你发布的任务，看看是你先疯，还是这个世界先崩塌。击杀失败，不死杀兵特性触发，法力重组。第3次重组了，单纯的物理毁灭和元素冻结都无效。这怪物的核心逻辑是个死灵环，不是无限再生，是他的法力流动形成了一个闭环，只要外部攻击带有法力，就会被它吸收同化。既然有序的攻击会被吸收，那就一团狂暴的傲人之力强行去破坏有序，破法解构。击杀不死杀兵，罗剧弱点已解析。原来如此，所谓的不死，不过是利用规则搭建的积木，抽掉底层的积木，大厦自然崩塌。100个，数量在绝对的规则压迫面前毫无意义。通过全部9关试炼，耗时极短，评分 SSS。这种程度的规则解析，消耗的脑力甚至不如做一道高数题。这不是神魔系统的通用建模，这是真实存在过的历史。刺客屠神，不是用某种特制的规则武器切断了神与信徒的能量链接，这也是一种破法。刺法师将法术的爆发与刺客的破法结合，确实是理论上的单体最强爆发职业。凡人既然通过了试炼，便跪下接受本皇的恩赐。系统警告，受到高阶精神体入侵，智力判定中。恩赐，我开始夺舍吧。这具身体，完美的魔法容器，献出你的灵魂，成为我重临世间的载体，你将获得永生。永生，在我的数据模型里，你这种过时的残魂，连回星镜都不配进。滚出去！这是我的游戏，这不可能！区凡人怎么会有这种量级的精神力？你到底是什么东西？我是玩家，而你只是我要刷掉的一个 bug。想寄生我，那就做好被我反向吞噬的准备。系统警告，检测到神灵意志正在强制改写玩家底层数据。系统警告，
警告：玩家王哥正在失去身体控制权。改写我，那就看看最后到底是谁改写谁。刚才那是精神层面的试探，如果不拒绝，身体已经被夺舍了。划过的老手把刚拿到的钥匙交出来，不但吵闹，而且毫无美感。什么东西？法师之手以及咒力加持。照明术虽然是灵阶戏法，但只要优良度够高，就是最好的控制。机会。为什么帮我？顺手清理垃圾而已。而且接下来的关卡，我需要一个不算太蠢的肉盾。你也是为了刺法师的传承？我对那种不伦不类的职业没兴趣，我要的是完美通关的评分。系统提示：最终试炼开启，击败初代刺法师幻影，可获得传承资格。看着，这才是刺法师真正的战斗逻辑。速度很快，但只要是数据构成的移动，就有轨迹可循。土遁加顺步，花里胡哨，摩擦力归零。接下来是强光。小心头顶！在这里，规则由我重写。破法，傲柱崩劫。系统提示：完美通关刺魔士之魂，耗时57秒，评分 SSS。57秒，你是怎么做到的？刚才那个破法，那是高数题解出来的答案。既然你这么想要传承，你真的不要？那是你的破法技能。我说过，我不回收垃圾。贪婪是原罪。刚才那股恶心的神焰，现在应该饿坏了吧？新的容器虽然不如刚才那个完美，但也足够让本皇重临人间。交易达成，祝你好运。华国的刺客，放开我！伊坎达，古沙漠帝国的暴君，你的吃相太难看了。完美的躯壳，你的精神力竟然比这个刺客纯粹10倍。快跑！他是精神体。系统开启转职判定。哼，拒绝。我不需要这种充满土腥味的肮脏力量。拒绝！本皇赐予你力量，容不得你拒绝。你的身体归我了，在这个世界，没人能抵抗本皇的意志。智力判定开启。精神澎湃，超频70点，怎么可能？你还没一转！在这里，数据就是神，而你的数据太旧了。只是清理了一段恶意的病毒代码，顺便加了点内存。你把它吃了？现在它是干净的了，拿去吧。你真的不要？这是隐藏职业。土系专精会降低我的施法灵活性，我不做亏本的买卖。你救了我，还把传承给我。聪明人，我需要你签一份禁卡局认证的契约。这次副本的收益归你，但在未来的第3或者第4次游戏中，我要你帮我刷一张爆破大师方向的特殊副本入场券。爆破大师，那是冷门职业。签还是不签？我签。除此之外，算我欠你一个人情。交易愉快，还有5秒传送。建议你立刻回归。喂，你叫什么名字？王哥。传承，他们同归于尽了，这是上帝给我的机会。别碰那个椅子！救命！这是什么？该死的偷贼，还有那个逃跑的奥术师！这味道，那家伙在搞什么生化实验？不对，是血腥味。谁？别过来！白柔，带上他，去第1中心医院。可是这伤，普通的治疗师根本治不了。那就找不普通的。叮，系统全服通告。1万！王哥，你疯了？这都能换一件稀有紫装了。钱只是数据，此时不用就是废马。哎呀呀，哪位是老板？神说要有爱啊，不要有诚意，更要有酬劳。能治吗？
只要人还清醒，只是肢体不适、机能受损，给够了钱，保准恢复的完好如初，活动自如。以神的名义，调和气血，修复机能，舒缓不适，降临吧，圣域！承蒙惠顾，1万神魔币，概不先账哦。老大，这钱我这辈子做牛做马也会还你。煽情的话留给死人。现在，告诉我真相。你说过要在3天内给我算出战术模型，谁耽误了我的事，让你手臂受了影响？是这次神魔区域交接任务，领队是禁卡局副局长的儿子张海。我们发现了一个力量之灵，但他为了引开守护兽，故意把我推向危险地带，导致我手臂受创，行动不便。罪民就该有罪民的觉悟，去引开他，别耽误我做事。张海，那个仗势欺人的二世祖，我这就去找他理论。他是权贵子嗣，杀他在现实世界会有麻烦，得不偿失。算了，那就这么算了，他明明做错了。既然他在副本里喜欢用规则欺压人，那我就在副本里让他变成规则的失声品。第5次游戏是伊坎达的重生，正好缺几个探路的人手。老鼠，你的手臂既然恢复好了，就开始干活吧。老大，你要我做什么？赴汤蹈火我都愿意。发布假消息，就说我找到了一张必报史诗级装备的藏宝图。张海，贪婪是你最好的墓碑。这真的是老鼠的房间，比我的狗窝都干净。那家伙平时看着邋里邋遢的，他一直想摆脱罪民的身份，拼命攒钱，拼命做任务，就是像活当个人样。这就是证据。因神魔区域交接令征调罪民编号9527作为先遣探路员。探路员，好听的说法。条款第3项，死亡抚恤金为0，第5项所得资源需上交90%。这哪是任务，这根本就是送死！拿着兄弟们的命去给那些权贵铺路。在这个世界，是交换者错到太守规矩，以为听话就能活命。老大，知道了，是张海那个混蛋干的，现在禁卡局他宰了。杀他在现实世界会引来禁卡局的微笑，得不偿失。张海利用规则把人当炮灰，那我就在副本里让他死在自己信奉的规则之下。把老鼠的计算核心带上，这里不用再回了。有药，去买最好的防御附魔材料。白柔，盯着张海的动静。放心吧，老大，这次我一定给老鼠报仇。好的。奇怪，视频里明明说大火收支，怎么变成火化现场了？小姨，你是想把家炸了，好骗取神魔系统的防污险吗？哎呀，小王哥回来了，我这不是看你最近辛苦，想给你做顿晚餐吗？尝尝碳烤牛排。碳元素摄入过多会导致智力下降，为了我的大脑，这顿免了。听说你去第一医院撒了1万神魔币，还找了那个死要钱的神棍。消息挺灵通，在周行市，只要我想知道，就没有秘密。那个叫老鼠的小家伙惹上张家的人了？不是惹上，是被当成了消耗品。神魔区域交接确实是那些20幅镀金的好地方，也是罪民的埋骨地。你想张海？不仅是动他，我要他在最得意的时候绝望的死去。据悉，本次交接的03号区域已被评定为高危等级，禁卡局呼吁低阶玩家谨慎。看到了吗？这次交接的区域属于混乱序列，规则极不稳定。张海那种温室里的花斗，进去就是为了抢首杀奖励的。混乱序列，正好。混乱意味着规则漏洞更多。喂，虽然你那2个 SSS 级天赋很变态，但张海身边肯定有高阶保镖压阵，要不要小姨帮你打个招呼？不用，这是我的猎场。如果连这种货色都要靠你，我还怎么登顶神魔王座？有志气。不过提醒你一句，这次交接区域里可能有那个东西的线索。那个东西以后你会知道的。现在先去把你的仇报了吧。张海的队伍配置、进入时间，甚至购买的特殊盗物清单，白柔这效率不错。小姨，帮我准备5人份的高爆魔药和1张伊坎达的入场券。5人份？你是要把整个副本炸上天？不，我要给您那张少爷举办一场盛大的葬礼。你确定要进0号区域？那里虽然是新交接区，但据情报显示，平均异兽等级接近10级，风险与收益并存。小青姐，我需要入场密码。你总是这么让人不省心。密码是我的生日，我会把特殊通道权限发给你，记住，活着回来。这就进来了，怎么感觉跟菜市场似的，全是菜鸟？别大意，这里是安全区，出了这个圈就是法外之地。目标锁定了。这里没有监控，只有规则。张海这种人，
肯定耐不住寂寞，早就出去了。听说外围有领主级异兽，刚才有2队人都被打残了，退回来，那算什么？听说张大少爷在强征肉盾，谁碰上谁倒霉。走，他在东南方向，避开人群，我们去当那只黄雀。张海，享受你最后的狩猎时光吧。很快，猎人和猎物的身份。资源敏灵果，装什么死？那是敏灵果。张少，那边有动静，我真的不行了，我的盾牌都碎了。吃了能加敏捷，老子正好差一点就能装备新武器了。嘘，这混蛋，那是老刘，咱们学校的老实人，也被他抓来当庄丁了。老大，能不能直接冲上去干他？我看不到这个。别动，就要互换。看那棵树后面。妈的，是赌徒豹！这鬼东西怎么会在外围？海哥，这玩意儿起手就是大招，咱们撤吧。撤个屁！这只豹子技能冷却时间长，只要有人扛过第一波，它就是个大号猫咪。张少，你要干什么？不要啊！你这条命值几个钱？给我去把他的技能骗出来！他会碎死的！好一个物尽其用，张海，既然你这么喜欢用人命填规则，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规则的反噬。嘘，这混蛋，那是老刘，咱们学校的老实人，也被他抓来当庄丁了。老大，能不能直接冲上去干他？我看不到这个。别动，你看那棵树后面。妈的，是赌徒豹！这鬼东西怎么会在外围？海哥，这玩意儿起手就是大招，咱们撤吧。撤个屁！这只豹子技能冷却时间长，只要有人扛过第一波，它就是个大号猫咪。张少，你要干什么？不要啊！你这条命值几个钱？给我去把他的技能骗出来！他会碎死的！好一个物尽其用，张海，既然你这么喜欢用人命填规则，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规则的反噬。死吧！用你的命把他的技能骗出来，这果子是我的。计算完毕，锋刃轨迹偏移修正，角度3点钟方向。什么？怎么会？张少死了！素材够清晰吗？高清无码，连他脸上的毛孔都看得见。这种人渣死在规则之下，真是便宜他了。老大，刚才那个锋刃是你干的吧？这也太神了，借刀杀人还能这么玩。走吧，这里血腥味太重，会引来更多异兽。接下来的战场，在网络上。标题我都想好了：禁卡局太子爷实战区草菅人命，遭天谴当场横死。爆了，彻底爆了！老大，这下禁卡局那边怕是要地震了。舆论是弱者唯一的武器，也是强者最头疼的毒药。张海死了，但他父亲还活着，这只是个开始。张忠诚，收到这份礼物，你会怎么做呢？是在沉默中灭亡，还是在疯狂中把自己也送上一滩？假的，都是假的！是谁？是谁杀了我儿子？给我查，把当时在这个区域的所有人都抓起来，我要让他们全部陪葬。还有那个发视频的 ID， 不管是人是鬼，我要把他碎尸万段。闹够了吗，张副区长？你是谁？滚出去！没看到老子在办事吗？我是来通知你，不是来商量的。你儿子死于异兽之手，视频证据确凿，舆论已经失控，上面很不满意。异兽？那是谋杀，那个锋刃绝对有问题，有人在背后搞鬼。是有问题，那个微操手法干净利落，不是你能惹得起的人。这种对魔力的精准控制，
哪怕是在0号俱乐部也不多见。看来这潭死水里终于进了一条鲨鱼。我不管他是谁，杀人偿命，这是规则。既然明面上动不了，那我就用我的方式。随你，但如果你把火烧到了局里，这把剑下次斩的就是你的头。好一个借刀杀人！我会让你们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残忍。滚出去！我是张忠诚，谁给你们的胆子闯我的办公室？张忠诚，你还记得入职宣誓时的誓词吗？什么誓词？我儿子死了，有人谋杀了他，你们不去抓凶手，反而来抓我。为了保家卫国，无惧困难险阻，这是你当年说的。可现在，你为了一个毫无底线的败类，动用公权，制造恐慌，甚至试图抹杀无辜学员。那是罪名，他们本来就该死。我要那个王哥给我儿子陪葬。执迷不悟，也就是个 B 级的水平。这是禁魔领域，你怎么会有这种级别的武装？这是上面对你的裁决，张副局长，你的时代结束了。带走！我不服！王哥、孟婷，你们等着，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鬼，在神魔游戏里，鬼可是最弱的怪物。哟，我们的小英雄回来了。这几天在外面玩得开心吗？那是实战训练，不是玩。小姨，你穿成这样不冷吗？身上有血腥味，还有一股算计得逞的味道。刚才路过菜市场，杀了条鱼。是吗？那条鱼是不是姓张？而且死法还特别有艺术感。他在试探我，虽然他是自己人，但有些底牌，越少人知道越安全。张，你是说新闻里那个被锋刃切成2半的倒霉拐？我看视频了，那是意外。装，继续装。不过嘛，我就喜欢你这种坏坏的样子，比那些只会喊口号的傻子强多了。张忠诚已经被抓了，沙飞那个女人亲自出的手，这意味着上面开始清洗了。那不是好事吗？至少我们不用担心被报复了。恰恰相反，老狮子死了，豺狼才会闻着味儿过来。那段视频虽然做得天衣无缝，但在真正的高手眼里，充满了人为的美感。我要去局里开个无聊的会，你在家乖乖洗白白，等小姨回来吃夜宵。我不吃夜宵，那可由不得你。对了，最近别去偏僻的地方，有些疯狗可能要跳墙了。疯狗吗？正好，我的剥皮刀还没收起来。方队长，还要等多久？我家里还有个小朋友等着我回去哄睡呢。再等等，还有一个人没到。吕庆书，那个阴沉沉的2阶刺客。是他，平时他从不迟到，今天这种关键时刻，时间到，开始精神审查。局长，吕庆书还没到，可能是遇到突发情况，能不能？精神审查是底线，在这个节骨眼上失踪，本身就是一种答案。传令下去，封锁全城出口。吕庆书涉嫌勾结外部势力，畏罪潜逃，全城缉捕，生死不论。怎么会？他可是队里的尖刀。吕庆书，那个家伙上次在副本外围鬼鬼祟祟，眼神一直盯着王哥的方向，看来他是张忠诚留下的后手。方正，别发呆了，你的尖刀现在可能正准备去捅别人的心脏。张局长倒了，但我还在。王哥，今晚就是你的死期。这感觉比原装的还要好。钱花到位了，自然是好的。适应了吗？这条命以后是你的。行了行了，别搞这么煽情，大家都是兄弟，
能不能像个爷们儿？现张海要问意外身亡。可惜了，你的仇人没等你亲自动手，死在畜生手里，便宜他了。如果是落在我手里，死人没有任何价值，哪怕是用来泄愤。走吧，与其盯着过去，不如去新区域看看，那里才有我们需要的东西。几位面生啊，这片区域刚开放，危险系数很高，没有资深执照是不能入的。李小晴的私人 ID， 这几个小鬼到底什么来头？难道是那个女人的私兵？原来是李小姐的人，失敬失敬。这是最新的 K1 型扫描机，几位拿好。一定要带这个，这种被监视的感觉让人很不爽。这是规矩，为了各位的安全嘛。一旦遇到不可抗力的危险，它能发送求救信号。谢了。规矩，在这里，实力才是规矩。走，别浪费时间。目标进入 C3 区域，确认持有 S 级权限，请求下一步指示。注意脚下，这里的冰层不仅仅是环境，更是它的感知网络。这是什么意思？所以不要轻易破坏它。嘘，这也太冷了吧！俺的胡子都结冰了。这 BOSS 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来了，正下方。他的血力不能压制。培有药，顶住！妈的，这家伙力气真大，俺快顶不住了！全屏 AOE， 冰崩，他是想把我们活埋在这里。那就看看是你的冰硬，还是我的火力。法师之手，撑住！给俺下来吧你！重力锤击！好机会，掩护我！弱点分析完毕，右后腿关节破损率70%。最后还要拼命了！数据一出，这能量挡不住，绝对挡不住！该死，没掩体！老王，这玩意儿太硬了，俺顶不住啊！精神澎湃，开启智力属性超频加载，解析土元素排列，重构防御模型。土遁，给我起！还好，算得准。再多一分威力，我们就得团灭。系统通告：恭喜玩家李小晴带团队成功击杀 C3 区域 BOSS 疾冰兔。老王，你刚才那手太帅了，你是怎么做到1秒钟放10几个盾的？我以为我们要变成冰雕了，那一瞬间我都看到我太奶在向我招手。那是超频施法，理论上会对大脑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老板，你没事吧？副作用而已，休息一会儿就好。看看掉落物。小晴姐，王哥，你们还好吗？那是疾冰兔，它会释放疾冰献祭，那是2阶强度的全屏秒杀技。见识到了，威力确实不错，费了我不少蓝药。费了不少蓝药，这群家伙真的是刚觉醒的新人吗？硬扛2阶必杀技，这怎么可能？运气好。对了，战利品正在开，你要看看吗？不用了，你们没事就好，战利品归你们，这是规矩。但我必须提醒你，这则通告会引来很多麻烦。麻烦意味着机会。挂了。神装，肯定是神装，最好来个加体质的极品铠甲，或者高阶机械图纸。老板，手气好点啊！
这是什么鬼东西？稀有消耗卡，一杯提神的珍珠奶茶。拼了老命杀了 BOSS， 就给我一杯奶茶，这破系统是在耍我吗？老王，这就离谱！俺们拼死拼活干掉个区域 BOSS， 就为了喝口甜的，这系统是不是想以此羞辱俺们的智商？给个机械零件也好啊，这玩意儿除了长胖还能干嘛？存在即合理，如果是稀有消耗品，通常带有特殊增益。好东西，加4维属性，永久增益。我操，喝奶茶加属性，这比俺那甚至不如洗澡水的初级强化药剂强多了。不过这提醒了我们 ，BOSS 掉落物不看外表，看数据。老板，战利品分配完毕，按照之前的约定，装备材料归裴哥，图纸归白柔姐。我要了那个核心组件。接下来的重心就是第3次游戏，就是一转。我有预定了，机械侧才是我的归宿。我选爆破专家，只要炸药当量够，神明也得抖3抖。俺肯定是重装战战士，到时候给你们扛最毒的打。老王，你呢？我有2个选择，还在权衡。不管选什么，目标只有一个，最强。元素精通者、战斗法师、召唤师，都是常规路径。天花板太低，配不上双 SS 级天赋。只有2条记录，有点意思。前辈，请问奥术师的移转具体条件是什么？你是新人，听书一句劝，别碰奥射。一转就要基础6系元素牵引力全部达标，这根本不是人能做到的。那是理论上的完美职业，实际上就是死路。基础6系很难吗？对于普通人是死路，但对于拥有魔法解析的我来说，元素亲和力只是时间问题。既然记载中奥术师能对异族嘎嘎乱杀，那这条路我走定了。风险往往伴随着暴利，一阶职业就是你了。奥术来啦！恭喜啊，王大天才！如果是因为昨天的 BOSS 首杀，倒也不必。我说的是这个，省5好青年。就一张纸，没点实质性奖励，比如神魔币或者稀有卡牌。庸俗，这是荣誉。那我还是更喜欢庸俗的东西。老师，找我来不只是为了这废物。马上第3次游戏了，一转方向定了吗？老师有什么建议？依为师看，你天赋异禀，精神力高的吓人，不如试试双元素精通者，甚至拼一把3元素。为什么不能更多？比如4系、5系？贪多嚼不烂。精通1系需要25点智力，2系30， 3系35，3系以上每多1系就要额外加10点智力。你想全系精通，那你得在一转前就有65点智力。听老师一句劝，活着才有输出。3元素已经是极限了。另外，别好高骛远。65点智力吗？我知道了。孺子可教。回去好好准备，别死在副本里，我没法跟你小姨交代。放心，我比谁都惜命。3系，那是凡人的极限。我要的是全知全能的傲顺王座。小许啊，你也上榜了。京北市5好青年。虽然是你哥我运作了一下，但好歹也是个荣誉。不去，谁爱去谁去。我有那时间还不如去练级。那个木偶剧场的仇我还没报呢。你不是一直念叨那个带你飞的大腿吗？人家说不定也是5好青年呢。有道理，哥，把全国名单发我。没有，怎么全是些歪瓜裂角？周杭市第3中学王哥，找到了，就是他，那个变态法师，原来他叫王哥，还在周杭市。你干嘛，赵师啊？这小子谁啊？
我的大腿。哥，给我订票，我要去周航。这个大腿我抱定了。老板，不对劲，祭坛核心区域有4个生命反应。张海，那孙子不是早就凉透了吗？诈尸？要么是系统 bug， 要么就是有人顶着死人的皮在干活。死人不会打 BOSS， 这是有人利用套牌 ID 规避系统记录。看来我们被盯上了。果然，信号被切断了。我试试神魔传信 APP 也不行，这是物理层面的信号屏蔽，基站被毁了。能在这个时间点精准破坏基站，还能掌握我们要来祭坛情报的，只有一个人。那个笑面狐韩笑。不止，这是一个针对我们的必杀局。前面那4个冒牌货是诱饵，真正的杀招在脚下。高能反应！这片区域地下埋了至少200枚高爆魔能地雷，他们想把整个祭坛区炸上天。我操！200枚，这他娘的是要炸山吗？俺这盾牌可顶不住啊！来不及拆弹了，信号屏蔽导致无法远程赫入，只要引爆器按下，我们就……为什么要拆？既然是炸弹，那就让它炸。不过，引爆权得在我们手里。啊！你忘了昨天刚爆的那张卡？对，那张卡能强制接管100米内的电子引爆装置。可是，老板，我们在爆炸中心啊，接管后立刻引爆，这不是自杀吗？对于别人是自杀，对于我是烟花。倒数3个数，接管权限，全弹引爆。老王，你玩真的？相信我。3，拼了！既然要炸，那就炸个痛快。2、1，动手！威力尚可，但这土盾的结构强度还能改料。娘嘞，俺刚才看见太奶了，老王你这盾也太硬了，刺激。你们是怪物，这种当量的爆炸都死不了。你的主子没告诉你吗？在这个游戏里，信息差就是死亡。禁卡局的走狗，你们赢了这一次，但这一局还没完。拦住他！死了，自杀的很果断，看来是个死士。晦气，线索断了。线索断了？不，正主才刚到。救命！风，全是风！刚才想杀我们的，就是你们吧？既然出来了，那就留下吧。孙贼，冲着爷爷来！速度320，力量400，老鼠3点钟方向，反重力地雷。收到。白柔，腹部肉类，全火力覆盖。等的就是这一下。精神澎湃，合车。这可是领主级 BOSS 的箱子，让俺这个欧皇来开。敏捷系极品，常驻10%敏捷加成。白肉，疾风套装，你的。谢了，老板。有了这个，我的移动射击速度至少能翻倍。这双逃命之靴虽然名字难听，但爆发速度不错，归我。俺的呢？就没有俺能用的？你的很适合你。
啥玩意儿？转基因香蕉，吃完能让海绵体，这他妈是正经装备吗？老裴，看来系统都觉得你需要补补。其实，它的说明里写着能增加血液流速，也算是战斗药剂。俺不需要补，俺强得很。收着吧，既然是蓝色品质，关键时刻或许有奇效。走了，该出去了。干得漂亮！疯魔豹首杀，外加清理内奸，4等功跑不了了。局里派车接你们回去做笔录。辛苦了，这次多亏你了。应该的。去周杭市进卡局大概需要20分钟。不对劲儿，这个航道限速80，我们现在的时速已经超过400了。喂，师傅，开这么快赶着投胎啊？前面是航运主干道。白柔，控制司机，停车，不然打爆你的头！来不及了，陪葬吧！又撞上了，时速2000，抓紧我！俺的腰子，这比过山车刺激多了。不可能，没人能在这种撞击下活下来，那是必死之举。2阶影刺爆发力不错，可惜脑子不太好使。想跑？不用浪费子弹，你看那边。小王哥，小王哥，小一松手要窒息了，吓死我了！你要是出了事，我把整个周航市都给炸了。我没事，这种程度的暗杀还在计算范围内。抱歉，是我们内部出了问题。吕庆书，前行动组精英，2阶影刺，3年前因为贪污被停职，没想到竟然成了死士。2阶，那他刚才那一撞至少有3阶的破坏力了吧？他服用了禁药，那是燃生命的自杀式袭击，还好王哥反应快，不然……不管是2阶还是3阶，敢动我家小王哥，就算是阎王爷我也得拔他2根胡子。人呢？抓住了，但他精神状态很不对劲，一直在念叨着什么0号。0号，走，回局里。今天不把这层皮扒下来，谁也别想睡觉。吕庆书，看着我的眼睛。谁指使你的？你的上线是谁？他的精神变动很乱，像是被锁住了。谁也逃不掉。是高阶的精神锁，有人在他脑子里下了禁制。给我破！不对劲，这种精神结构是陷阱。停下，它是炸弹！为了0号！好狠的手段，一旦触及核心机密，直接物理毁。0号俱乐部，又是这群阴沟里的老鼠。那是什么眼神？小姨她到底隐藏着什么？怎么了，小王哥？吓到了？没有，只是觉得这潭水比我想象的要深。有些事小孩子不用操心。回家吧，今晚你想吃什么？仁慈的圣光，请庇佑我们在黑暗中存活。
请庇佑我在黑暗中存活。王哥，你也念2句吧，听说这次动静很大。如果在战场上念书能死得慢点儿，我会考虑。别这么说，大家只是想找个心理寄托。奥数早就没落了。在这个副本，信仰是弱者的麻醉剂，你有规则才是解药。深渊暴动！是深渊暴动！完了，第8区根本守不住。阿加列，跟紧我，别掉队。这就要上场了，俺还没写遗书呢。太多了，根本杀不完，撤吧！别乱动，当我弹到了。救命！圣光救救我！对不起，莎莎，活下去！圣光没空理你，想活命就闭嘴跟我走。你会魔法？前方左转有个封闭公厕，那是唯一的掩体。跑！他们在撞墙，我们死定了！安静，这几面土盾至少能撑3分钟。一阶亡灵，拆了你！死了！你竟然杀了1阶怪物！还没完，真正的麻烦来了。卑微的虫子，竟敢弄坏我的玩具！这种压迫感，领主级。献上你们的灵魂，或许我会让你们死得痛快些。你的灵魂在颤抖，喝下这最后的祭品，跪下。抱歉，我对给木乃伊当狗没兴趣，而且你的废话太多了。智力封顶突破180点，6系元素模型重组完成，毁灭判定100%。这是什么力量？你只是个凡人！元素融合。神迹是计算。走了，这里很快会被填满。王哥，刚刚那是奥数吗？比圣光更霸道，更真实。那是规则的暴力解析。如果你想学，先把脑子里的神血倒干净。火、冰、雷、风，6系残留。这地方刚刚有个高阶法师自爆了。这动静谁干的？别告诉我是那个变成灰的木乃伊。如果我说是我，能省去盘问环节，直接去高塔吗？这种魔力透支的虚弱感，好小子，有点意思。不管你是天才还是怪物，奥数高塔都收。抓稳了，掉下去可没人收拾。
基础六系亲和度全满，你这身体是元素做的吧？听着，小子，你这种天赋不转职奥术师简直是暴殄天物。但你知道什么是奥术吗？愿闻其详。普通法师只是借用元素，而奥术师是构建规则。这一步叫法术基底。你必须在脑海中用精神力将六系元素搭做成一个绝对稳定的逻辑模型。这不仅需要天赋，更需要漫长的时间去试错。漫长的时间？没错。哪怕是天才，构建一个完美的灵阶法术基底，通常也需要3到5年。这就像是在沙子上盖高楼，错一步，精神崩塌，变回白痴。别急，你还年轻，在塔里住下，10年过能入门，你就是帝国的新星。10年太久，我只争朝夕。小子，别以为有了全系亲和就能一步登天。奥术师之所以稀少，是因为我们是在用凡人的脑子去干神灵的活。这是最简单的灵阶基底模型，你要做的是在识海里把那狂暴的六系元素按着几千条逻辑线丝毫不差地嵌进去，错一条线，精神力反噬，轻则变成白痴，重则脑浆炸裂。普通天才光是死记硬背这个模型就要3年。3年？那是对庸人而言。在我的眼里，这些不是杂乱的线条，是数据，是公式，是唯一的解。喂，你疯了！这吸收速度会撑爆你的识海！停下！早点剔除，逻辑重组，火为骨架，水为脉络，风雷驱动，给我拧！这是完美级基底，就算是当年女皇陛下也不过如此吧？并没有那么难，只要计算出每一个元素的能量阈值，它们就会像积木一样听话。怪物，真的是怪物！别人是在盖楼，你这是直接打印了一座城。去转职殿堂吧，这里已经容不下你了。检测到完美级奥圣基底，基础6系亲和判定通过，智力属性判定通过。这就是奥术师的视角吗？原本狂暴的元素，现在温顺地向我手指，这种掌控感才是力量的本质。方圆500米，风吹草动，尽在掌握。王哥，大人，把那个十字架扔了。既然做决定了，就别留着旧时代的破烂。扔了。王哥，我想问，昨晚那个保护我们的护盾，明明是圣光的力量，为什么你要否定它？我没有否定力量，我否定的是对力量的祈求。圣光牧师祈求神灵赐予护盾，而奥术师是命令规则生成护盾。瞬发，而且威力怎么可能这么大？这只是最基础的奥术飞弹啊！这就是奥术。通过精密计算，
压缩结构，剔除冗余。同样的一点法力，我能发挥出普通法师10倍的破坏力。在这个游戏里，信仰神灵只会被神灵当作筹码，唯有把规则踩在脚下，